30多年前，掠夺者大胆尝试将动画电影的叙事魅力移植到游戏领域，开启了一场跨媒介的创新冒险。在那个日本动画电影制作堪称奢侈、每一帧都精雕细琢、烧钱的黄金时代，游戏行业却因硬件限制举步维艰，内存条位数牢牢束缚着画面表现力。当时的游戏市场，电影化叙事正如今的肉鸽玩法或者是魂类玩法这样火爆，任何沾边的作品都似乎自带流量。但掠夺者的跨媒介尝试看似是突破，实则暗藏思维惯性。它不过是将动画艺术平移到游戏领域，但即便如此，它依然在画面受限的年代做了件了不起的事情，用扎实的剧情证明好故事才是游戏穿越时光的永恒秘史。开始之前，看一下2个之前没提到的有趣细节和彩蛋。在城市的广告牌上有科乐美的电话，大游戏会有智力问答的活动，那是一个问答小游戏了。其中的问题呢，多是科乐美过去游戏中的一些角色问题，甚至还有一些研发人员个人的喜好和兴趣问题。另外，广告牌上还有其他科乐美游戏的广告，比如美少女游戏等等。当你说到圣诞夜的新神户暗藏杀机，基利安追查神秘医院线索时，从妻子杰米和现任拿破仑部锁定了皇后医院。地下室惊现掠夺者伪装的真相，自愈尸体则揭露了局长早被替换，而陈州凤的机器军团正策划京都议会的屠杀。盟友老达姆牺牲断后，总部内鬼之乱刚平，却惊闻各国决定12小时内用核弹击平城市，前妻杰米生死未卜，掠夺者终极阴谋即将启动。基利安能否在核爆之前撕开真相呢？基利安强忍内心翻涌的情感，与合金装备开始最后的推理。掠夺者出现的地方会出现雪山花粉，掠夺者的人工皮肤怕紫外线，新神户与莫斯科地图的惊人融合，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一个地方——著名川流域一座废弃的无人教堂，那里正是掠夺者的第2个克里姆林宫。推开生锈的大门，里面是一幅庄重肃穆的教堂景象，在墙上的正中央挂着一幅画像，画像上写着马多纳，但他的脸很像是之前的赏金猎人老达姆。继续往里面走，在培养室里看到了美国总统、日本和英国首相，甚至基利安自己的复制体正在成型，只等待着人工皮肤完成，他们即将成为征服世界的棋子。最后在下一个房间，在这里基利安找到了妻子杰米，还有费德维奇·马多纳博士，他刚刚去世。妻子杰米已经恢复了记忆，两人在对话间，埃利亚·马多纳出现了，他是博士的儿子。随着埃利亚·马多纳的自白，一连串惊人真相如潮水般涌来。一切的开端要回到50年前那个冷战震撼的年代。在冷战期间，世界笼罩在核威胁阴影下，军事力量成为各国强化国力的主要手段。当时东方世纪的共产主义国家面临着经济危机以及民主化民族运动的冲击，社会主义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机中。在改革派的逼迫下，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们焦虑不安，于是出台了掠夺者计划，企图通过替换各国领袖为操控的人偶，从内部改变国家体制，操控事业，操控政治经济，使其由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该计划汇聚了世界各国的顶尖科学家，包括彼得罗维奇·马德纳博士以及儿子伊利亚·马德纳，负责纳米科学以及结构生物学的基利安，以及负责行动生理学和精神病理学的杰米。他们参与的弗兰肯斯坦计划是掠夺者计划的核心部分，但实际上基利安是美国 CIA 派遣的间谍，意图扰乱计划，有游戏合金装备 Snake 的味道了。当时的艾利亚还是个年轻的遗传学研究生，跟着父亲加入计划后，一眼就被杰米的美貌吸引住了。可没想到，杰米最后却跟基利安走到了一起，还结了婚，最后生下了儿子哈利。是的，那个在游骑兵总部为同事吉普森的死亡愤愤不平，最后与掠夺者单挑而不幸牺牲的哈利，正是基利安和杰米的儿子。哈利从始至终都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这个从小一个人孤独长大的可怜人，最后死在了父亲的怀抱中。当然，在生死存亡时刻，两人并不知道彼此的身份，而是作为战友相互信任。哈利将自己的遗志托付给了基利安，这种相互信任甚至可以托付遗志的生死情谊，虽然比不上父子相认的情节令人感动，但也足以让哈利在死前得到心安吧。说回艾利亚的回忆，艾利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心上人成为别人的妻子，心里呢要一个难受。到了1991年的6月6日，苏联的改革派上台，保守派计划被终止，他们还打算销毁所有的研究资料。在这时，切尔诺顿研究楼发生了大爆炸，开发中的细菌武器扩散，整个计划几乎被毁灭。
彼得罗维奇博士哈利被美国政府保护，来不及逃走的基利安、杰米和艾利亚则进入克里姆林宫地下庇护所冷冻休眠，等待细菌无菌化。谁能想到这一睡就是50年？3年前，他们被第17次西伯利亚探险队发现，但艾利亚的睡眠舱早已空空如也。原来沉睡10年后，艾利亚就先苏醒了。他之所以能够提前醒来且不被细菌感染，就是因为切尔诺顿研究所的爆炸就是他引起的，而且他早就发明了抗菌疫苗，在自己身上使用了。之后，他带着对杰米的执念，独自在黑暗寂静的地下开发了40年的人工皮肤。要说为什么第17次西伯利亚探险队才发现基利安和杰米呢？这是因为之前的探险队队员都被艾利亚杀死，并且替换成了掠夺者。为了完成掠夺者计划，他还拿着新神货室做实验，结果遇到了人工皮肤的缺陷问题。于是他把父亲费德维奇博士弄来，可博士根本不帮他。他又想寻找杰米的帮助，但没想到杰米和基利安这时也落到了政府手中。政府之所以派遣失去记忆的杰米和基利安调查有关掠夺者的事情，也是想从中了解事情的原委。就在基利安苦苦探索完美人工皮肤的解决方案无能为力时，他发现了朗达姆。这个长得像年轻时自己的男人，实际是父亲仿照自己的样子做的生化机器人，不仅性能更好，而且以为自己是真人类，有着艾利亚的记忆。更让人意外的是，他的人工皮肤完美到能够自我再生，这正是艾利亚研究了40年都没做到的。此时艾利亚已经疯狂，企图用完美人工皮肤让掠夺者超越人类，重塑人类社会，成为新人类的造物主。在这关键时刻，合金装备带着满身炸药，将基利安嘱托到交给自己，一个掠夺者都不能放过。同时他也带来噩耗，军队已经启动了卫星光束电子炮，30分钟后这里将被化为灰烬。人类的信任如此脆弱，一点怀疑就能让你们自相残杀。艾利亚癫狂大笑，掠夺者将会成为完美的统治者。艾利亚发动剩余的掠夺者对众人发起攻击，又是青云一发之际，老达姆突然从奄奄一息状态中苏醒，劫持了艾利亚。老达姆他不单纯是艾利亚的复制品，他其实是博士趁儿子不注意制造的反掠夺者机器人，他体内流淌着对抗掠夺者的程序。我可不喜欢被人利用，给我共赴黄泉吧！艾利亚依然最后嘶吼着让他放开，不管真的假的，你我都要交代在这里了。老达姆让我们一起炸了这里！基利安大喊。老达姆眼中闪出一丝光芒，能与真正的人类并肩作战值了。他启动自爆程序，基利安和杰米在爆炸前的最后一刻冲出了出口。光束粒子炮的光芒划破天际，在烈焰与轰鸣中，掠夺者的老巢灰飞烟灭，硝烟散尽，基利安和杰米劫后余生。最后，米卡在会议上据理力争，暂时阻止了核弹的攻击，而合金装备的记忆体也得到保留，更换身体之后复活了。基利安准备前往苏联，迈向下一次冒险，完整调查掠夺者的事情。这场跨越半世纪的生死之战，以人类的智慧和勇气暂时获胜。但是艾利亚临终前的话语仍然在耳边回响：只要人类的猜疑存在，掠夺者就永远不会消失。新的挑战或许正在黑暗中潜伏，但只要人类彼此信任，就永远不会失去希望。掠夺者原作是1988年推出的作品，由于 PC8801 以及 MSX2 的机能限制，游戏由5章内容缩减成了3章。其后在1992年的 PC Engine 以及 PS1 上的重制版，两个版本有些许的不同。PS1 版本上的许多细节处理呢，比92年的更加符合逻辑，而且画面更清晰。至于100次的视频主要采用了 PS1 版本的游戏内容。本作的销量一般，最开始的首作呢，因为平台小众，仅限于日本市场，未形成规模。等到了92年的版本，用了 CD-ROM 技术的完全版，新增了语音、动画和剧情，销量就达到了10万套，成为了 PC Engine 平台的代表性游戏之一。等到了欧美市场的尝试，1994年科乐美为欧美市场定制了版本，虽然获得了媒体的高度评价，被称为互动电影的先驱，但受限于当时 Sega CD 硬件的低普及率，销量仅是几千份而已。而等到1996年的 PS1 版本，当时的玩家关注点已经转向了合金装备系列，掠夺者的销量也非常惨淡。掠夺者在欧美市场的2个版本的合计销量不足2万套，虽然未达到商业成功的标准，但其作为小岛秀夫的早期作品，在叙事创新和主题深度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也是我用3期视频来介绍掠夺者游戏的原因。掠夺者作为小岛秀夫早期的杰出作品，虽然在商业上未达预期，但是其中独特的叙事魅力和电影化手法，成为小岛秀夫独特的作品印记。关注人性的弱点和社会的隐忧，从这时起，似乎就是小岛秀夫作品的母题。在过去硬件受限、游戏野蛮生长的年代，小岛秀夫的游戏作品明显看得出比同期多数作品高出一个档次。而且从游戏内容上，采用真人配音、动画制作以及移动的游戏玩法设计，看起来掠夺者是小岛秀夫拼尽全力
尽善尽美制作出来的。最后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是视频结语中不适合提的，吉岛修复很喜欢在游戏中牵扯大国决策、政治走向等内容。吉岛修复本人一定有自己的政治倾向和偏好的社会形态，游戏在他的眼中应该一直是一种成人题材，可是很多人是接受不了聊成人话题的，稍微有一点色情就接受不了，更别说是聊政治议题。之后我会单独出一期视频聊一下小岛秀夫的理想社会。另外有类似因为时间长河被埋没的游戏作品，观众朋友们想看的，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留言，合适的话我会做成视频与观众一起探讨。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欢迎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